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6年前是赵丽颖，现在也轮到刘诗诗了，同样的套路怎么用不腻呢？娱乐圈吧，黑、红、不红，有时候都很玄妙，说不清道不明。女明星跟男明星，红与不红的差距也很大。娱乐圈就那么大的地方，能真正做到头部，而且长红的男女明星，其实也就是那几个。尤其是女明星，难以真的红出头。现在的新生代，杨紫、迪丽热巴，再往下的00后，也就是那几个人，名字都不太记得起。往上走，杨幂、赵丽颖、刘亦菲等人，虽然总是被吐槽年纪大了，状态不好，但实际上还都是常青树。不红的，现在还是在有戏就拍，有些剧拍完之后也没有后续了。红的，能扛剧的，从开拍到播出，永远是争议不断。杨幂等人还是能够继续站在顶峰，一出手就是大制作，而且也都是讨论度极高。狐妖小红娘与凤航，包括刘诗诗现在在播的《一念关山》。《一念关山》作为原创剧本，没有 IP 热度，演员阵容也不算大牌，但刚开播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几天时间热度就破万了，观众也是万众瞩目。希望刘诗诗能够继续带来精彩的打戏，让大家再次梦回怪侠一枝梅。虽然说《一念关山》拍摄的打戏镜头感也确实是欠缺了些，没有实打实的镜头，有些浪费刘诗诗的气势。但这部剧要说火，这肯定是火的，要不某平台也不会直接把刘诗诗的几部老剧都挂到了首页位置。但是把《一念关山》的剧情走向也属实是越来越迷惑。从一开始，《一念关山》打着的就是女强打戏足的噱头，吸引观众。但现在女主任如意的人设被无条件削弱。在没有遇到男主之前，女主是朱一卫赫赫有名的铁血杀手，绝情狠辣。但是现在的她碰到下属的下属都开始走下坡路了。那些人抓了她养母，她追过去还没大杀四方，男主宁远舟就踩着 BGM 出场了。最离谱的是，在这场打戏里面，女主任如意直接变成了马赛克脸。没错，在正片里面把女主的脸打马赛克了。然后一则质疑女主是用替身的热搜直接火爆了，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甚至还有直接骂恶心的。即使花絮当中同一个位置有女主拍摄的镜头，也有不少网友依旧质疑是替身。当然了，大部分网友还是不信的，毕竟看了刘诗诗那么多年的剧，底气还是在那里的。怪侠一枝梅当中，刘诗诗饰演的燕三娘就是武功极高的角色，在剧中有非常多的正面打戏镜头。她本身就是有打戏基础，也会拍打戏的女明星，实在是用不着在剧中用替身。一念关山当中，刘诗诗的这场闹剧让人一下就想到了6年前赵丽颖的遭遇，不知道还有没有多少人记得？6年前赵丽颖最火热的时候，《楚乔传》一开播，可谓是在全网范围内火爆了，观众们纷纷在追这部剧。《楚乔传》当中，赵丽颖饰演的楚乔也是一个极其厉害的女主，从小奴隶一路打拼到女将军，所以打戏非常多。小生版的赵丽颖愣是演出了不一般的气场。在城门口那句燕北的战士们，我要带你们回家，至今想起来都还有画面感。一开始《楚乔传》的播出也算是很不错，除了男女主意气风发的少年郎燕洵，娇俏的公主袁纯，基本上都火了。但随着剧情热度上去，突然间就出现了各种含糊不清的镜头，然后说赵丽颖处处用替身，细数一下
替身高达30多处，什么文替、武替、站着的、背影，各种地方都有替身。然后网上就出现了很多话，嘲讽他平日里给大家的印象，勤劳刻苦、打戏认真，都成了虚假的演戏。但实际上《楚乔传》镜头虚化，正面镜头都是大头照的，并非楚乔一个人，其他演员也有这种情况。而且《楚乔传》也曾放过不少打戏，在沙地上赵丽颖被拖拽前行的画面都是实打实的拍摄，包括同组的演员还有他合作过的对象也都是极力夸赞他在剧组真的很用心。楚乔这个角色前期是营养不良的奴隶，所以赵丽颖为了贴合角色，直接在开机之前训练暴瘦。而且事实上，因为《楚乔传》当中女主的戏份多，涉及到的场景庞大，所以一直都是分批同时拍的。赵丽颖一个人肯定不能同时兼顾，所以才会有些不露脸的镜头让替身搭。但是呢，赵丽颖被质疑的时候，官方没有出来解释过，是网友们通过各种蛛丝马迹直接扒出来的。随着《楚乔传》剧情越来越往后，真相与否、对与错，没过多久，其实就已经有了验证。因为楚乔彻底没了戏份，本来赵丽颖冲着《楚乔传》全本拍完才接的剧本，但最终就在宇文玥落入冰河戛然而止。其中大部分剧情都是又长又水又无用的剧情，导致整部剧的口碑也是急速下降。所谓的女主用替身不认真拍，到最后也都是不攻自破了。赵丽颖依旧是靠着自己演戏，用一部部剧堆砌出了今天的位置。只是啊，没想到6年过后还能用这种替身套路，而且还是那么明显的在剧里面上马赛克。可是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即使现在有争议，时间会让所有的事情得到证明的。与其做这些，不如用点心思弄清楚观众想看什么，努力拍好剧才是王道啊。